家教老师第一天上班就和学生互扇巴掌，只因女孩老是用手抓别人的食物，家人们全都纵容她的做法。可是新来的老师却不打算惯着女孩，抓住手制止了她的无理行为。谁料女孩的父亲却让她宽容一些，说孩子不仅看不见，还又聋又哑，不必对她太过严苛。There's nothing wrong with my plate, Captain, only that Helen's hands don't belong in it. One plate is hardly worth spoiling our breakfast over. 见老师依旧坚持自己的做法，父亲没耐心地发出警告。没办法，老师只能遵从雇主的意愿。可女孩非但没有收敛，甚至直接躺下撒泼打滚。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了，直截了当地指出家长毫无底线的溺爱，才导致她成了这般模样。为了改掉她的恶习，老师将家人们全都赶出了餐厅。This is absurd. Arthur, I am sure that she is only trying to do what is best. 父亲气得要求妻子立马解雇老师，还说把孩子送去疗养院过一辈子，都比交给他虐待要好。然而，此时的父母还没意识到，这个老师将带领女儿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。当女孩再次用手抓食物时，安妮立即将餐盘移开。身为富家千金，哪里遭受过这样的待遇？脸上满是愤怒与委屈，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宣泄着心中的不满。而安妮却对他置之不理，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独自用餐。海伦见撒泼根本不起作用，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，朝着安妮大腿就掐了上去，随即趁机伸手抓饭。可老师的态度依旧坚决，海伦被彻底激怒，毫不犹豫地朝着安妮就是一巴掌。他没想到老师当着爸妈的面竟会还手。就这样，女孩每打老师一下，安妮全都如数奉还。海伦被气得直捶桌子，意识到这个老师不好招惹，他只得摸索着黑暗寻找妈妈。然而摸遍所有角落，每一个位置上都没有人。顿时恐惧如潮水般涌来，他慌张地用力拍打房门，发出绝望的哭嚎。此时门外的母亲揪心的疼，安妮觉得是时候了，一把将女孩拎回座位，准备教她正常人的吃饭方式。海伦很不情愿，一次次的逃跑，安妮也是一次次的将她抓回，甚至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，也得把她拉出来。可女孩就是怎么也不肯屈服，强烈的叛逆心理让她直接爬上了餐桌。由于周围一片黑暗，她在餐桌上走得踉踉跄跄，内心的恐惧也从脸上流露了出来。一旁的安妮十分的紧张，挪开椅子随时准备接她。女孩被吓坏了，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当摸到女人并不是妈妈，又害怕的缩回了手。安妮重新成了一盘。海伦以为对方妥协了，再次用手抓向食物，谁知又被制止，还往手里塞来了一个勺子。女孩生气地扔向远处，不曾想安妮竟强行将她拎到勺子旁，让她亲自捡回勺子。就这样不断重复，终于安妮手把手的让女孩吃到了第一口饭。可安妮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却被喷了一脸的残渣。女孩的无理终于让她忍无可忍，拿起桌上的水壶直接泼向了女孩脸上。海伦整个人愣在原地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安妮强行抓着用勺吃饭。这一次女孩终于妥协了，乖乖地将食物咽了下去。安妮抓起女孩的手，用手语示意她做得很好。可就在她以为成功的时候，不料海伦却一把扯住她的头发，一起摔倒在了地上。就这样，两人再次陷入了僵局。母亲一直等到了午饭时间，才看到女儿一脸惊恐地逃出来，躲在墙角瑟瑟发抖。母亲看着女儿的模样很是心疼。就在这时，安妮也精疲力尽地走了出来。 Helen ate from her own plate with a spoon. The rooms are red, but she folded her knife. 母亲瞬间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抱着海伦喜极而泣，而安妮则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房间休息。母亲专程追过来感谢老师，并对丈夫的态度而道歉。她向安妮聊起女儿，她本来是个健康的孩子，却因为一场猩红热成了一个聋哑的盲人。海伦对周围非常恐惧，所以才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动不动就打砸家里的东西。要不是安妮的出现，孩子就会被父亲送去疗养院了。安妮谈起书上的案例，也是一个和海伦相似的孩子，2岁的时候因病致盲。 Did he succeed with her? He did. 母亲听后很是开心，她看到了女儿恢复的希望。安妮提醒了女人，像她那样把孩子当成宝呵护是没用的，必须让海伦学会保护自己。安妮曾经也有视力障碍，差一点就成了盲人，所以她非常能理解海伦。但是安妮希望通过自己的引导，能教会海伦盲人与世界交流的方法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正常生活。于是安妮首先想教她认识字母。见海伦抱着洋娃娃爱不释手，摸摸娃娃的嘴巴，又摸摸自己。安妮见状连忙抓起她的手，用手语比划字母让她摸，然后掰着海伦的手重复刚才的手语。海伦学得很快，仅仅学了1遍就能成功的拼出单词，这让安妮欣喜不已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然而哥哥却在一旁泼冷水，说妹妹像个猴子一样模仿人。 She has no idea what words even are. How can she spell them? If her fingers learn the letters now, then maybe someday her brain will learn that they have a meaning. 安妮将哥哥赶走，独自一人进行教学。她拿走海伦手中的洋娃娃，想要教她其他单词。不曾想海伦却突然变得暴躁起来，想要找回娃娃。安妮只是拿出蛋糕晃了晃，闻到美味的海伦瞬间就消停了下来。她掰了一块放进女孩嘴里，随即拉着手比划蛋糕的单词 cake. 没想到教学进展得这么顺利，这次海伦很轻松就模仿了出来。
安妮也奖励了他一大块蛋糕。随后，他想再复习一下洋娃娃的单词，可是海伦却异常的抗拒，直接用娃娃砸到了安妮，跌跌撞撞的跑出了门外，还将门反锁起来。为了救出被关起来的老师，母亲翻遍了海伦的全身，也没摸到钥匙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只好搭了个梯子，将对方从窗户接了下来。安妮找到独自一人的海伦，观察他平时的举动，只见他警惕地试探了一下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竟从嘴巴里掏出了藏匿的钥匙，偷偷扔进了水井里。Oh, you little devil. If you think you can get rid of me that easily, you're wrong. 这样的行为反而证明海伦心智没有问题，还有些小心机。晚上，安妮给院长写信，探讨对海伦的教学方案，可没想到他却不小心打翻了墨水，还好奇的一直触摸。见他这么感兴趣，安妮顺势教起了墨水的单词，并手把手教他写字。不过一个没注意，海伦就用钢笔扎到了手心，瞬间疼得坐在地上吮吸手指。他生气地摔起洋娃娃，还摔碎了桌上的花瓶。见状，安妮赶紧教育他这是不对的。Bad girl. No, never you mind, Miss Annie. It's not the first. The captain thinks that you're spelling everything that Helen does like spelling to a fence post. 安妮听后连忙向对方解释，表示以海伦的心智，学习拼写没有任何问题，还抓着他的手向太太展示，表示海伦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定能学会手语的。就在两个大人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的时候，海伦却报复性的用笔尖刺向了安妮。她一把被妈妈拉开，不停暴躁的咆哮，直到被妈妈喂了一颗糖才安静下来。Why did she get a reward for stabbing me? 安妮这才明白海伦暴躁的原因，因为每次这样都能得到奖励。第二天，安妮在教他认识楼梯的时候，海伦开始表现得异常抗拒。这一幕被一旁的父亲目睹，再次对安妮的教学方法产生了怀疑。晚上，他劝告安妮得改善自己对孩子的态度。You must convince me that there's the slightest hope of teaching a child who flees from you like the plague. You could show some sympathy. 可安妮发现的问题也是这一点，她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海伦的状况非常糟糕，甚至比小猫小狗都难以管教。而这一切全都源自父母的同情与溺爱。It is hopeless here. And the sooner we realize that, the sooner we can get to a solution. Please let me show you. 出于对女儿好的着想，母亲便决定配合安妮的想法，跟着她来到了庄园里废弃的花房。安妮提出要把海伦带到这里，自己单独施教，而且父母俩不准靠近这里。想她的话，只能在白天远远的看，这样他们既可以每天见到女儿，而海伦又不会因为爸妈的庇护肆无忌惮。Please give me this chance.Give her this chance to save herself. 在太太的劝说下，上尉终于是同意了这个方法。不过他只给了2周的时间，如果那时安妮还是无法让孩子认可自己，那就卷铺盖走人。第二天，父母驾着马车绕行了2个小时，才将他带到木屋前，目的就是营造出他们搬到了很远地方的假象。海伦摸索着走进房间，周围的一切都无比的陌生，直到在箱子里摸到了熟悉的玩偶，才露出了放松的表情。可他想挥手召唤妈妈时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安妮将2人送离，准备安抚急躁的海伦，可对方摸到这个最讨厌的老师的手时，就再次恐慌起来，抓着周围的东西打砸。恐惧的他躲进了床底，一直到半夜都不肯出来。安妮怕他饿坏了肚子，只能叫醒了熟睡中的仆人。海伦触碰到熟悉的小黑，终于才安心的爬了出来。安妮快速的教了小黑比划蛋糕，准备让他作为中介传递。可是海伦却好奇的过来摸索，发现了他们在比划，害怕自己的蛋糕被抢走。海伦好胜的主动比划起来。She spells cake, she gets cake. She doesn't know what the word means yet.But she will. 尝到甜头的女孩非要挤进2人的教学中，强烈的嫉妒心让她推开小黑，主动让安妮接触自己。她又学会了一个牛奶的单词，安妮心中瞬间充满喜悦，连忙给海伦递上牛奶。吃饱喝足以后，海伦也摸索着爬到床上倒头就睡。经过了这晚，海伦不再抗拒安妮，白天会拉着她手在田间感受自然，也认识了花朵。可是她只知道嬉戏，始终学不会河水这个单词。在安妮耐心的教诲下，海伦逐渐变得乖巧听话，能够安安静静的织毛衣，连吃饭也会等着老师拿勺子。Oh, such a lady. She'd rather starve than eat without a spoon. You have taught her so much in a week and a half. 可安妮觉得这远远不够，海伦现在只是在顺从。她虽然学会了很多单词，但并不懂他们的意思。安妮想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教会她交流的方式。可是作为母亲，她无法忍受看得见女儿摸不着她的生活，于是拒绝了对方的提议。安妮很是失落，不过还是教会海伦用苹果喂马，还触摸到了刚破壳而出的小鸟。 The bird is coming out of its shell, Helen. You come out too. 很快到了与上尉约定这天，他特意牵来一条狗，是送给海伦的毕业礼物，并感谢他教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女儿。安妮提出再延期1周，现在回去恐怕会半途而废，她马上就学会交流了。 Miss Sullivan, that dog doesn't know what words are any more than she does. The dog's happy enough, though. God may not have meant for Helen to speak, Miss Sullivan. I mean her too, Captain. 最终上尉表示太太快思女成疾了，晚饭前一定会把女儿接走。可是现在的海伦连狗狗和水的单词都分不清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安妮只能一遍遍帮海伦修正。 This is water.
How do I make her understand? How do I tell you? 安妮情绪崩溃了，只要海伦能懂一个单词，她就能带她认识一切事物。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。父母第一时间接走了海伦，家人们都对海伦的变化感到震惊。Miss Sullivan must be a wonder. 上尉也将报酬交给了安妮，对她的付出给予了肯定，同意她留下来继续教育海伦。但安妮提了个条件 Don't undo what I've done. To give Helen her way in everything is a lie to her. Don't give in. 父亲爽快地答应了。可是，一回到家里，安妮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海伦一把扔掉脖子上的餐巾，安妮重新帮她垫上，她又一次扔掉了，而且想要重新用手抓饭。安妮拿走了她的盘子，海伦又开始发脾气。安妮想将海伦带回去，可是母亲立马站出来护犊子，请求老师宽容些。 She's testing you. I know. Give in to her then. She's the one who will pay for it. 母亲意识到这样会害了孩子，于是将海伦交给了安妮。可这时父亲却反悔了，说什么也不让女儿离开。安妮非常无奈，说如果这样之前的一切都是徒劳。爸爸重新帮海伦整理好了一切，可是刚回到座位上，海伦就报复性的扔掉餐布，起身又想抓其他人的饭。在遭到安妮的阻止后，没想到竟直接抄起水壶泼了安妮一身。这一刻，安妮终于无法忍受了，拽着她和水壶就来到井边，想让她亲自打水。没有父母的庇护，海伦也不再敢发狂，一直做着呼叫妈妈的动作。可安妮直接告诉了她 Mother's not here. Come. 安妮让她一边压泵，另一只手感受水的流动，在不断的比划水的单词。涓涓细流从指缝中穿过，海伦感受到了一股神奇的能量，开始主动的伸手感受，水流再次流经手心。海伦终于明白那些动作是水的意思，手中的水壶滑落。安妮也发现海伦的变化，她又用嘴唇感受水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动。安妮拉着海伦的手点点头，再次给她重复水的单词。 Water. It has a name. 海伦终于将单词与水联系了起来，不停地张嘴想要发音。Yes. Yes. Water. 海伦好奇地用手摸向水泵，安妮又立马向她解释，随后又带她认识了地面，再是花朵。海伦开心地奔跑起来，她终于知道了周围的一切都叫什么名字。他们拉响铜铃，把家人们全都叫了出来。海伦拉着母亲的手，安妮就告诉她这是妈妈。海伦用手势第一次叫了爸爸妈妈，夫妻俩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发现老师不在身边，他跌跌撞撞地摸着走向安妮，他拍拍对方，想知道该怎么称呼。安妮告诉他 Teacher. Yes. Teacher. 海伦重新回到母亲身边，拍拍妈妈身上的钥匙，在手上拼出老师的单词。随后他把钥匙交给安妮，又抚摸着脸，亲吻了对方的脸颊。 I love Helen so much. 海伦认可了这个老师，而安妮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老师。海伦·凯勒长大后被剑桥女子学校录取，为就读哈佛大学女子学院做准备。1933年发表的散文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轰动全球。这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女性，以非凡的勇气、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海伦·凯勒与安妮·沙利文的相遇绝非偶然，而是一场改变命运的奇妙邂逅，是人类情感中最美好的体现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教育史上的经典传奇，激励着无数的人追求知识和光明。